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韭菜不香。今天我们要聊一只被很多人忽视，但其实藏在美国支付系统深处的美股 Fiserv， 股票代码 FI， 部分资料仍然使用旧代码 FISV。它不是一家普通消费者每天挂在嘴边的公司，但每一次商户收款、银行后台处理、借记卡交易、收银机结账，背后都有可能经过它的系统。以前市场把它当成金融科技里的复利机器，如今股价却跌到50美元出头，市值只剩200多亿美元，市盈率压到个位数附近。这个位置最适合问一个价值投资问题：这家公司是被市场错杀的支付基础设施现金牛，还是一套老系统正在失去增长能力？同时也感谢大家的点赞、订阅和关注，这是对我们团队持续创作内容的最大鼓励。Fiserv 的故事最好从一个很无聊的场景开始。80年代，美国银行和信用合作社已经有大量客户账户、支票、存款、贷款和账单处理需求，但他们并不想自己从零开始搭一套复杂的信息系统。对银行来说，后台系统不像门店装修，也不像信用卡奖励可以经常换，它要稳定、准确、安全，最好几十年都不要出大问题。George Dalton 和 Leslie Muma 看到的就是这个看起来不吸引人但非常稳定的机会。2019年以前， Fiserv 最经典的身份就是金融机构背后的技术外包商，他帮银行处理账户，帮信用合作社运行系统，帮金融机构把大量重复、复杂、不能出错的工作标准化。这种生意听起来没有故事，但价值投资者通常喜欢这种东西。客户不轻易换系统，收入带有重复性，服务一旦嵌进客户的日常运营，就像水管和电网一样长期存在。早年的 Fiserv 通过大量收购，把分散的数据处理和金融科技服务拼在一起。它不是靠一个爆款产品突然起飞，而是像滚雪球一样，把越来越多银行、信用合作社和金融客户接进自己的系统。这也是为什么在很长一段时间里， Fiserv 被市场当成一只优质复利股。它没有特别惊艳的增长故事，却有持续扩张、持续并购、持续提高利润率的能力。真正改变 Fiserv 命运的是2019年收购 First Data， 那笔交易股权价值约220亿美元，把 Fiserv 从银行后台技术公司推向了更大的商户收款和支付处理市场。First Data 带来的不只是交易处理规模，还有 Clover 这个面向中小商家的收银和经营管理系统。一个小餐厅、咖啡店、理发店或者零售店，不只需要一个刷卡机，它还需要收款、库存、员工、订单、线上线下同步和客户管理。Clover 的想象空间就在这里。Fiserv 不再只是帮银行跑后台，它开始进入商户每天收钱的那一刻。这一步非常关键。银行后台系统的增长往往比较慢，但客户粘性强。商户收款业务增长空间更大，却竞争更激烈。Clover 让 Fiserv 有机会和 Block 的 Square、Toast、Shopify、ADN 这些新一代支付和商业软件公司站在同一张牌桌上。过去几年，市场愿意给 Fiserv 较高估值，很大程度上就是相信它能把老牌银行技术和新一代商户收款结合起来。银行端带稳定收入，商户端带增长，支付网络带交易规模。这听起来是一台很完整的金融科技机器。但资本市场最怕的就是一个曾经顺滑的故事突然卡住。Fiserv 最新一轮问题不是单一财报失误，而是市场开始怀疑它过去的增长质量、管理层交接、业务透明度和长期执行能力。2026年第一季度，公司收入为50.3亿美元，同比下降 2%， 调整后收入为46.8亿美元，也同比下降 2%。 更刺眼的是，有机收入下降 4%， 商户解决方案有机收入下降 1%， 金融解决方案有机收入下降 6%。 对一家过去被看作稳定复利机器的公司来说，这个数字不只是放缓，而是蓄势反转。利润率的变化更能说明问题。第一季度公司调整后营业利润率为 29.7%， 而去年同期是 37.8%。商户解决方案的营业利润率从 34.2% 降到 26.4%，
金融解决方案的营业利润率从 47.5% 降到 38.1%。换句话说 ，Fiserv 不是简单收入少了一点，而是两条主要业务线都出现了明显的利润率压缩。自由现金流也从去年同期的 3.71 亿美元下降到 2.59 亿美元。公司第一季度回购了2亿美元股票，但这个力度和过去那种强现金流、强回购的形象相比，已经显得保守很多。公司管理层给出的解释是，业务仍在执行 One Fiserv 行动计划，同时推进生产率改善和技术现代化。为了方便讲解，这个计划可以理解成一场内部大修。Fiserv 需要把历史收购留下的系统、团队、流程和产品重新整理，提高效率，也让客户更容易购买它的组合服务。问题在于，投资者现在不愿意只听计划，他们想看到收入重新增长，利润率稳定，现金流恢复，而且最好不要再出现管理层和指引的大幅波动。管理层变化加重了这种不安。前任首席执行官 Frank Bisignano 离开公司之后 ，Mike Lyons 接手，但他的任期也很短。6月 ，Lyons 离开 Fiserv 转去 Truist Financial 担任首席执行官 ，Fiserv 则任命 Takis Georgiakopoulos 接任。更尴尬的是，这次变动发生在公司投资者日之后不久，市场原本刚开始消化新战略，又突然面对一次新的换帅。对一家正在重建信任的公司来说，频繁的人事变化会让投资者怀疑，问题到底只是沟通失误，还是内部业务本身更复杂？激进投资者 Jana Partners 的进入，把这场戏推向了另一个层面。Jana 持有 Fiserv 不到 1% 的股份，但他推动董事会刷新，也要求公司更认真审视资产组合和执行问题。他并没有简单要求把 Fiserv 完全拆成2家公司，而是希望公司聚焦核心业务，出售非核心资产，改善治理和财务预测的可信度。激进投资者进场有时候是利好，因为他能逼管理层行动，但他也说明普通股东已经不太相信公司可以靠原来的节奏自我修复。最近市场最关注的线索是 Fiserv 可能出售 Star 和 Accelo 借记卡支付网络。这个事情很有意思，大多数普通消费者刷借记卡的时候，只知道自己用的是银行卡，很少关心交易背后通过哪条网络走。Fiserv 自己介绍 Star 和 Accelo 能触达超过3亿持卡人，并连接美国和加拿大5000多家金融机构。这个网络平时很低调，但在支付行业里，它是一条真实存在的通道。大银行对这类网络感兴趣，背后和美国借记卡手续费规则有关。根据媒体报道，摩根大通、美国银行、富国银行、PNC 等大型银行曾经讨论过收购 Fiserv 的借记卡网络。一个可能的逻辑是，如果银行拥有自己的支付网络，他们在某些交易上可能绕开部分借记卡手续费限制，从而获得更高收入，甚至重新设计借记卡奖励。但这不是一笔简单交易，商户可能反对，监管机构可能审查，社区银行和信用合作社也可能担心自己被大银行控制的网络边缘化。更重要的是，目前这还停留在探索和讨论阶段，不是已经宣布的交易。如果这笔资产真的能高价出售，对 Fiserv 会有几个好处：公司可以减债，可以加大回购，也可以向市场证明自己有可以变现的隐藏资产。股价从50美元附近反弹，很大程度上就有这种资产价值被重新发现的味道。但反过来看，如果交易谈不成，或者监管压力太大，股价又要回到核心经营问题上。那时候，投资者还是会盯着收入有没有恢复增长，利润率有没有企稳，客户有没有流失， Clover 能不能继续拿市场份额。Fiserv 的估值现在确实很低，7月上旬股票在50美元出头，市值大约270亿到280亿美元，传统市盈率约8倍多。公司自己维持2026年调整后每股收益8美元到8.3美元的指引。如果用这个指引简单算，前瞻市盈率甚至更低。对价值投资者来说，这种画面很诱人。一家支付基础设施公司，业务没有消失，
客户还在，交易还在，品牌也还在，股价却跌到多年来低位。只要公司能稳定住利润和现金流，低估值本身就可能形成回报。但低市盈率从来不自动等于便宜。支付行业最危险的地方在于，外表看起来都是收交易手续费，里面却分成很多不同层次。有些公司掌握品牌网络，比如 Visa 和 Mastercard， 他们的定价能力极强。有些公司掌握商户软件，比如 Toast、Block 或 Shopify， 他们靠产品体验和生态留住客户。有些公司掌握银行核心系统，比如 Jack Henry 和 FIS， 他们靠迁移成本和客户粘性。Fiserv 的优势是这些东西它都有一些，但现在的问题也是这些东西它都要维护。银行系统要升级，商户产品要竞争，支付网络要应对监管，历史并购还要消化。和 Global Payments 相比， Fiserv 的业务更复杂。Global Payments 更偏商户收款和软件支付。第一季度调整后净收入 28.6 亿美元，按正常化口径增长约 5.5%。Fiserv 的好处是还有经营机构解决方案和借记卡网络，业务更立体。坏处是投资者更难看清每一块资产的真实增长和利润质量。和 FIS 相比， Fiserv 有 Clover 和商户生态，增长想象空间更大。但 FIS 在经历 VodaPay 相关调整后，市场也已经把它当成低估值金融科技股。和 Jack Henry 相比， Fiserv 规模更大，产品更宽，但 Jack Henry 的社区银行定位更集中，收入增长更稳定，估值通常也更高。市场现在不愿意给 Fiserv 高估值，核心不是支付行业不行，而是 Fiserv 自己需要证明复杂不等于混乱。Clover 是这篇文章里最值得盯的一块。一个小商家如果用了 Clover， 不只是刷卡收款，还可能用它做菜单、员工、会员、库存和线上订单。这个逻辑和传统支付处理不一样。传统支付处理更像水电煤，便宜、稳定，别出错就行。Clover 更像商家的操作系统。如果商家越用越多， Fiserv 就有机会卖出更多软件和增值服务，把单一交易处理变成长期客户关系。但这个市场竞争非常激烈。 Block 的 Square 在小商户心智里很强， Toast 在餐饮场景里很深， Shopify 把线上线下打通， A 点更擅长服务全球大型商户。 Clover 要增长，不能只靠原来的渠道和银行合作，也要在产品体验上真正赢下商户。金融解决方案这条线则更像老房子的地基，银行核心系统、账户处理、数字银行、发卡处理和网络服务都是非常基础的金融设施。它的优点是客户迁移成本高，缺点是增长慢。而且当银行客户推迟技术项目、压缩预算或寻找更现代的云端方案时，老系统公司容易被重新审视。Fiserv 第一季度金融解决方案收入下降，利润率也下降，这就是市场担心的地方。过去这种业务可以提供稳定底盘，现在底盘也开始出现压力，投资者自然会要求更高的安全边际。还有一个不能忽视的问题是债务和资本配置。Fiserv 过去依靠并购扩大规模，2019年收购 First Data， 让公司拥有更完整的支付版图，也带来了更复杂的资产和更重的整合任务。低估值公司最有效的反击通常是回购，但回购需要稳定现金流，也需要资产负债表给空间。第一季度2亿美元回购并不算大，说明管理层现在更谨慎。未来如果 Star 和 Excel 出售成功，或者自由现金流恢复，公司可能有更多资金回购。但如果经营继续承压，回购就很难成为真正的救命工具。从价值投资角度看， Fiserv 现在有2种完全不同的剧本。乐观剧本里，公司只是经历了一轮过度压缩的信任危机，新管理层上任之后，业务重新聚焦。One Fiserv 行动计划带来成本改善， Clover 保持增长，金融解决方案止跌，借记卡网络资产如果出售，还能释放一部分价值。到那时，
市场可能不需要把 Fiserv 重新定价到20倍市盈率，只要从8倍回到12倍、13倍，股价就会有明显修复空间。悲观剧本也很清楚，公司不是简单被低估，而是过去多年靠并购和财务工程掩盖了增长质量下降，商户业务竞争加剧，银行科技客户预算放慢，老系统升级成本上升，利润率回不到历史高位，自由现金流恢复慢。管理层更换和激进投资者进入，短期能带来交易机会，但无法改变行业竞争。这样一来，低市盈率就可能只是市场提前承认，这家公司以后不再是复利机器，而是一家成熟、复杂、增长缓慢的支付服务公司。论断 Fiserv 的关键不在于某一天有没有资产出售传闻，也不在于市盈率是不是已经足够低，更重要的是几个连续季度的数据能不能证明公司已经走出混乱。收入端要看有机收入能不能从负增长回到正增长，利润端要看调整后营业利润率能不能重新站稳30个百分点以上，并且不再靠一次性调整解释波动。现金流端要看自由现金流能不能重新接近过去的正常水平。治理端要看新首席执行官能不能给出清楚、可信、可执行的路线图。资产端要看 Star、Excel 和其他非核心资产到底是价值释放，还是又一次市场想象。我对这家公司比较谨慎，但不悲观。Fiserv 不是那种靠一个新概念撑起来的故事股，他手里确实有客户、有网络、有交易、有系统，也有一批很多竞争对手很难复制的金融基础设施资产。问题在于，投资者买的是未来几年现金流，而不是过去30年的复利历史。老公司最难的不是曾经多强，而是当市场不再相信它的时候，能不能用连续几个季度的结果把信任一层一层拿回来。如果你是价值投资者， Fiserv 值得放进观察名单。它的估值已经把很多坏消息算进去了，资产组合里也可能有尚未完全体现的价值，但如果要重仓，光看低市盈率还不够。支付基础设施公司最怕的不是1-2个季度波动，而是客户信任、技术架构和增长质量同时被质疑。Fiserv 现在真正需要修复的不只是一张利润表，而是市场对它还是不是优质公司的判断。所以这只股票的结论可以落在一句话上： Fiserv 便宜，但便宜不是答案，只是问题的开始。它能不能成为价值投资里的反转机会，取决于新管理层能否把复杂的资产重新讲清楚，把下滑的数据重新拉回来，把自由现金流重新变成股东看得见的回报。否则$50附近看起来像地板，最后也可能只是一个长期低估值区间。感谢您的收看，做这类深度内容不易，您的订阅、点赞和转发就是对我们团队最大的支持。我是韭菜不香，我们下期再见。